要是我要改霉运的话，应该还有摸其他更重要的地方。你说警棍吗？对、只要有人想要我用中华台北去比赛的话，我就拒绝参加这场比赛。我没有遇过不正常的。他们看到你去领检，当然都会做正常的事情给你看呢、Hello，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跟老师上床，我是你们的沈老师。今天特派员是草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草哥小草。这是一个同志的频道，每次老师找来宾坐在床上群聊天。草哥是谁呢？他是警察。没错，我是一名警察，目前在新店分局任职。警察长好帅哦，可以逮捕我一下。警察，好像每个人听到这句话都会想要叫我逮捕他，但是我就会说我是警察教官，如果要被我逮捕的话会很痛。警察教官，你把我的手要移去哪里啊？观众会不会想入非非啊？但是如果真的被做到的话，很痛哦。很痛哦，他的骨头真的还蛮硬的。对。他身材这么好，怎么可能光屈就一个当警察呢？他可是我们的台湾先生呢，他是2024年的台湾先生，大家鼓掌。没错，我是2024的台湾先生。那它其实是一场男性的选美比赛。那在2024年得到了第4名，所以也有在今年很有荣幸的代表台湾，然后出赛比了一场叫世界先生的一个比赛。那这是我的世界先生的绶带，给大家稍微可以看一下。叫做 Man of the World。没错，今年就是披着这个绶带，代表台湾参加了一场 Man of the World 世界男人。我想问一下，你是代表台湾，可是我们台湾人出赛不都叫那个中华台北吗？没有，我当时有特别跟赛事方就是说明，只要有人想要我用中华台北去比赛的话，我就拒绝参加这场比赛。我就是台湾人，我就是要以台湾身份出赛啊。好的，世界先生请问你们比什么？要比哪里？比我们的脸蛋、身材，还有我们的反应能力，以及我们的英文能力。所以他会问我们一些纯英文的问答。那对那个欧美人士，这样不是很不公平吗？你们要说第二外国语，就他们都直接说母语就好了。对啊，其实台湾人真的相对这一点是非常吃亏的啦，因为我们台湾人本身没有这样的英文环境。对呀、对，所以其实我英文其实也不太好，但是就是靠一整年的时间，每天一直念英文，然后基本的口说有练到 OK 了。他英文很好，我告诉你们各位如果去板桥火车站前面啊，就看到他可是警界的骑兵啊，那这怎么骑警是不是？骑警队。他就骑着马在那个板桥火车站前面给观光客拍照。对，我现在还有一个身份是在去年有通过一个考试，那目前也是骑警队的一员。基本上每个礼拜会有半天的长训，每个月会有3次的骑马出勤，所以会真的骑着马在板桥火车站、淡水渔人码头或者是新店碧潭那一类的地方观光区啊，我们就会骑着马去跟游客互动。那请问一下，你看到观光客要问你问题的时候说 Where should we go in Taiwan？ 就是用非常简单的英文去跟观光客做一个互动，然后你其实就是代表着台湾，那就是让他们开心就好，你也不用讲太艰涩的话。他整个是台湾的门面哦，对不对？当了警察又长得帅，真是太适合台湾了。真感谢你这个外交大使。先问一下，当初你是为什么会去考上当警察啊？我必须要说，我当初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，就是也想了一下，到底要怎么样进入社会，做什么工作。那一开始我是有听到别人跟我说，有一个特殊的部队叫做维安特勤，那它其实就是每天不断的受训，直到有重大枪击要犯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真的拿着枪跟那个歹徒对干。所以我听到就觉得这真的太帅了，你可以每天只运动、做训练、跳伞，然后训练所有的武器，直到那一天任务出勤，你可以拿着枪去杀死犯人。我觉得真的太帅了，然后你又可以月领差不多8、9万这么高的薪水，我就觉得好，太适合我了，我就去考了。我觉得我们的观众朋友蛮想跟你对干的。你也真的有跟歹徒对干过吗？没有，在台湾其实真的非常可惜，没有什么这个机会。那你现在的主要工作是什么？我之前有去受过我刚才说的那个训练，但是后来我发现那个不太适合我，所以我后来就转任。一开始我先回到原本的单位当交通警察，因为本身体能还算不错，所以有被单位的教官看到，也把我拉提了一把，所以我现在就是新店的教官这样。就是要训练别人，就是训练的教官，这样跟他肌肉这样变这么大才行吗？其实也不用体能基本上当然还是要有个80分了。像我是你是几分？我们怎么样受训远景？我是你们的教官，我就一定要是那个训练的100分，所以我是很欢迎别人可以来挑战我。所以你现在是100分，然后一般的远景要至少训练到80分。其实60就够了，因为他们平常执行真的很累，因为他们就是12小时还要轮班，所以也不用要求的这么难。现在问他一些关于同志的问题。第一个老师的问题是说，你觉得在台湾的警察圈啊，是同志友善的吗？我刚到单位的时候，其实对于这一块还没有那么的友善啦。差不多到了110年左右的时候，其实因为毕竟网络这么多的资讯量，那现在人也差不多
心态都已经很年轻化的了。那我觉得有个分水岭，45岁以上的人可能还无法接受，那45岁以下的人的这些好朋友，他们其实都能够接受这件事情。我觉得在台湾同婚合法之后，整个社会的大氛围对同志真的是友善蛮多的。对，友善很多。那你觉得你在警察局里面啊，我看到蛮多女警啊，都还就是体能可能就是80分之类的。请问一下，你觉得女警有女同志的存在吗？我必须说一定有啦，对啊，我把问一个白痴的问题，蛮多蛮 man 的，也蛮多蛮壮的，但是我相信有他们的加入是好的，对啊，因为我们真的有非常多也是女生必须去处理啊，那我们就要靠这些力气比较大的女警去帮助我们。力气比较大的女警，真的啊，真的啊，赞好。老师很想问他一个问题，就是节目中介绍过很多同志按摩嘛？请问一下，你有到那个按摩店去临检过吗？我没有临检过同志的按摩店，但是我有帮忙临检过一般的养生会馆。你们去临检要看人家什么东西啊？第一个一定要看这个店家有没有合法的营业执照。那临检都是有经过一定的申请的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直接看每一个房间。就至少你这个房间现在目前的营业的状态是正常的。那请问不正常的是怎样？我没有遇过不正常的。他们看到你去临检，当然都会做正常的事情给你看呢。当然啊，那些私下的他们要怎么做，其实我也不太了解。好，所以我知道临检有分成2种，一种大概是民众检举说他们里面可能有什么可疑的活动，你们去临检他；对，要不然就是你们一般的临检嘛，就是定期要去他的店里看看状况。对，但是民众临时性的说去检举的话，可能这个法律的效率就会比较低一点点。我们只能够顶多在外面问一下店家说，刚刚有民众检举，那请你们反映一下刚刚是什么样的问题。好了，我们再问一下，你在做交通警察的时候啊，因为你长得又帅又高又壮，有民众会看到你就会忍不住要请你逮捕他们吗？没有到那么夸张啦，但是我有一次在指挥交通的时候，就指挥到一半，有个路人在问我，哪边问路，就在我在回答这一位路人的时候，旁边就有一个女生突然走过来，然后跟我说：“警察先生，我可以摸你的手吗？”那我当下是很错愕，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？对啊，要摸也是摸胸啊，为什么要摸手？我也搞不太懂，但是他就跟我说，他今天的运势非常的差，他需要摸一个正义的化身去解除他今天所有的霉运，大概是这个概念。那他摸手真的还蛮保守的。要是我要改霉运的话，应该还有摸其他更重要的地方。你说警棍吗？对、啊。有人要摸你的警棍吗？哪一根？有长有短我不知道哪个比较长长的那一根应该比较有争议的感觉。哦，是哦，那可以摸吗？我今天没带。我跟一般不会有民众这么无聊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其实台湾在路上交通状况还蛮多的。你处理过有什么真的很让你就是惊心动魄的画面吗？最惊心动魄的是我有处理过一件火烧车案，当下是凌晨3、4点的时候，然后我刚好是值班的员警，那接到车祸的那个时段就是我要去处理，开到现场，然后发现车子其实已经烧起来了，已经烧完了，就看到黑色的黑炭的车。OK， 然后当下的车的状态其实也蛮惊悚的，它是已经裂了2半，所以我们员警你要画这个现场图的时候是非常不好画的，因为你的轮子就是分成2边了。对，通常他们有个固定的制式，像车子的形状的东西，它现在已经不能画，因为变成2个奇怪的东西。对，就变成我要截断2边去画，那这个位置也很难量。怎么讲？有伤患还是怎么的吗？对，就是当我在画完了之后，我以为伤患已经被救走了。那我画完的时候还问消防学长说：“那这个驾驶人已经到哪个医院了吗？因为我会找他，我要做后续的处理。”那消防学长才跟我说，驾驶就在你正旁边。然后我往我正旁边一看，正旁边其实是一团黑炭。所以我就是原来这一团黑黑的东西就是这个驾驶，所以是一个死亡车祸。对，当下就已经离开了。大家在路上交通这个叫什么？马路如虎口啊！大家在街上真的要多小心，因为碰到任何这种车子，如果已经冒烟干嘛，真的要赶快逃离现场。如果你无法处理的话，不要在已经变火烧车，真的来不及了。有另外一件是疲劳驾驶撞到一位老太太，那老太太当时就已经喷飞了大概30到50公尺，其实蛮远的，所以当下她的撞击力道蛮大的。到了医院去找这位伤患，那我看到的画面其实是当下已经在做那个机器的人工复苏了。那很可怕。那个机器其实压得非常大力，所以你会看着一张人皮被压下去，然后又弹起来的一个很震撼的画面。我看其实像这些伤患，因为临时住在医院也不知道说他是不是有签生前的什么
禁止急救什么的，对，你们还是先通知家属吧。对，所以当下其实找不到他家属，那当然我们警侦系统有一些方式呢可以去找到，那也花了一定的时间，后来有找到家属了，家属也有联系我，但是刚刚在他联系我之前的护理师已经有过来跟我讲说，这一位老太太其实已经确定是救不活了，我们现在要的是他家属来签名。我的天哪！那当他的女儿联系到我的时候，第一句话直接问我，哭着问我说：“警察先生，请问我妈妈还在吗？我们必须要当她平安的能够到达我这个现场，然后到达医院来做一些签名，所以我也不方便去跟她说你妈已经可能就是对已经离开了。对，那我当下只能够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，我就是说你妈妈还在等你。我一讲完那通电话，我第一个反应也是到厕所去哭了一场。所以就是还是工作中还有这些困难的事情要自己去面对就是了。但是我在处理的当下，我还是保持我的专业啦，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做完。你知道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再去把这个情绪给释放出来就好。好了，各位在街上不要随便调戏这些长得可爱的警察，但是呢，也要听从警察的建议，在路上面希望大家都保持行车安全啦，好不好？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节目内容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老师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我每个礼拜有直播，按个小铃铛鼓励我一下，我会回答你们所有留言。现在老师要接受他的礼物喽，大家等着看。哎呀，草哥，你来上我节目就好，干嘛那么客气，还要送我礼物啊？没有，这个人就是一定要难得上老师的节目，一定要带点东西给你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酵素水解专利胶原生态，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胶原蛋白啦，但是品质更好才是胶原生态。我知道，我有在吃那个，就是胶原蛋白配多生态，就是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都一样。这个功效就是让我们皮肤更加的 Q 弹水嫩。对，那你有在吃吗？我是有在吃啊，我的皮肤好 Q 的，满满的胶原蛋白。我也有吃。那我还会推荐，除了吃这个以外，还要再加一下我们的维他命 C。这是 SK2 啊？没有 X。对，它等同于 SK2 的那种等级啊。对，那它是我们所谓的科技燕窝，其实就是维他命 C 而已。好，那胶原生态加上维他命 C， 能够让我们美白的这个功效更加的强化。你怎么会特别带这个东西来送我啊？哦，因为我平常自己有在吃这个东西，那这是我自己家人正在经销的一份产品，那非常推荐它，然后也觉得老师非常喜欢美这件事情，非常的推荐给老师使用。我会把那个资讯留在下面的资讯栏，大家可以去看，就知道怎么样买得到了。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你来节目中哦，同志们朋友们都在自己点，不是同志的朋友们都在同志点，我相信世界会更好。谢谢观众，拜拜。今天的来宾是歌草，等一下，草哥，那我们是老兵。新卡北北啊！哎，刚骑的马不会是白马吧？哎，他真的都挑白马给我们骑。还有啊，真的新卡北北下三关呢，贵三关好。现在叫我讲英文吗？不要考我。第一个想问他的问题就是，已经第二个。第二个好，怎么如虎口？马路夜店好了，夜店我们有聊夜店吗？有啊，你说你会加入他们，要讲这个。然后我当下就是很想要麦克风拿起来就跟着唱，因为我很喜欢唱歌。